我被卷入了一座诡异的古寺，宝香庄严的佛像都变成了邪恶的魔鬼。梵音不断诵念着让人毛骨悚然的规则，而不遵守规则的人会死。为了转运，我去一座古寺烧香，可刚踏进门槛，背后的木门就轰然关闭，请按规则行事，否则将永堕轮回。古殿云烟氤氲，砖瓦上满是岁月的痕迹，本该是祥和的场面，此时却阴暗的有些吓人。黑灯瞎火之下，我急忙拿出手机，果然收不到半点信号。慌乱之中，打开手电筒朝前方照去，这才发现宝香庄严的佛像全都变了个样，长相骇人，皮肤蓝紫，龇牙咧嘴，满目狰狞。这哪是佛与菩萨，分明是一个个罗刹。正不知所措时，一道声音传入我的脑海，如袅袅梵音般空灵，开始诵念莫名的规则：一花一世界，一殿一佛国。欢迎各位施主驾临小雷音寺，行走庙宇，请按规则行事。一凡忤逆寺庙者，将永堕恶鬼道，无限轮回。二小雷音寺内共建5座正殿，每殿各尊一佛，各有脾性，各有规矩。3众佛有真言传世，塑造佛国规则，其中有生死危机，亦有逃生之道。4若看破一殿之规则，即可进入下一座殿。5历经5番历练，尚且存活者，方能觅得生机，涅槃重塑，回归俗世。6若不幸折命于殿内，灵魂将永堕畜生道，受万世折磨。7穿梭殿间时，切莫回头，回头者将遭无头之灾。8勿要强行逃离寺庙，违抗者将永镇青砖之下，无法超脱。待梵音落下，我愣神许久，本是祈求平安而来，怎么突然落入了诡异的杀局？去你的，老子是来吃斋饭的，谁管你的什么破规则？古殿之中，大部分人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搅得心绪不宁，却有一道粗粝的嗓音直接打破了紧张的氛围。我转头看去，发出声音的是一个穿着背心的中年男人，他脸上带着疤痕，狠狠冲着地上啐了一口，似乎极其不屑，认为这是寺庙搞出来恐吓人的把戏。或许是觉得自己力气大，他径直走到衰朽的木门前，试图一拳将其砸开，选择了最为暴力的破局方式。可这个场景也让我想起了规则里的一句话：8勿要强行逃离寺庙，违抗者将永镇青砖之下，无法超脱。我的心里咯噔一跳，果然，他不仅没将那看似破败的木门锤开，反而一脚踩空，狠狠跌到了地上，脚下青砖悄然碎裂，形成一个坑洞，把他慢慢拽了下去。我们看着他的身体逐渐扭曲，直至不成人形，最后彻底消失不见。而地板之下开始出现颤颤的哀鸣，正是那个男人的声音，难以停歇。他竟然真的被镇压到了青砖之下。有了背心男人的错误示范之后，在场所有人都明白了规则的恐怖，再也没人妄想对他发起挑战。这显然已经超脱了常人能够理解的范畴。现在能做的只有顺从他的说法，一路向前。我跟随人群，缓缓踏着石板路，来到了第一座承载考验的正殿。布满裂痕的牌匾上刻着4个大字：第一殿，燃光如来殿。踏过门槛，殿内的空间极大，一盏盏明亮的蜡烛排列整齐，火光如同聚成了海。耳畔梵音荡荡。燃光佛国共设长明灯10万盏，可拍灭者为假，无法拍灭者为真。此处共有30人，真实长明灯的数目也为30。1刻钟之后，未能手持一盏真长明灯者，淘汰，永堕畜生道。话音一落，我深深吸了口气，望向无边烛影，要在15分钟内从里面找出30件真货之一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随手打向离我最近的一盏烛灯，蜡烛应声倒下，晃悠悠的焰火轻轻挣扎一番后，就彻底灭了下去。如此一来，便可鉴定为假。看着周遭摇曳的烛光，我不忍想，一支支用手拍过去，得消耗多少时间？用风吹会不会更快？可当我猛吸一口气，重重吐出之后，才发现那烛火虽然晃得厉害，却如何都吹不灭。果真如梵音所述，熄灭假长明灯的方式必须是拍灭。燃光宝殿内共有10万盏灯，若是平均每人1秒可以拍灭1根蜡烛，1刻钟的时间能拍灭的灯焰也不足3万之数。可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考验运气的关卡，死亡概率高达70%。想到这里，我顿时觉得刻不容缓，立马抬手，一盏盏风一样的拍过去。鼓刹中的氛围越发紧张。10分钟后，我的双手已酸痛难耐。这段时间里，我不知道拍灭了多少盏假的长明灯，迟迟没有遇到所谓的真实长明灯。汗珠顺着下巴滴下，我的心绪十分紧张。不仅是我，宝殿里至今没有一个人顺利过关，霉运似乎笼罩在整个古殿上空。正当我在腹里质疑规则的真实性时，一道匆忙的声音骤然打破了沉默：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我转头看去，一个寸头少年正兴奋地举着一盏长明灯，不停让它敲打在桌沿上。果然，任他怎么砸弄，那灯火都不动不摇，安安定定，全然无法熄灭，稳得就像一张贴纸一样，可谓是货真价实的长明灯。看到它的这个特性，我乍然一惊，一个念头突然涌入脑海：想要灭掉假长明灯的火焰，只能通过拍这种方式。可若只想辨别真假长明灯，
并不一定要将它熄灭。想清这个关节，我的心里顿时松了口气。我抬起手，猛地向前方挥去，带起一阵掌风。这一次，我的目标不再是某支蜡烛，而是眼前的全部。细细凝神，仔细看去，每一簇焰火都在随风不停摇摆，全是假的。我的心里一喜，如此一来，效率可以提升非常多。果不其然，仅1分半之后，我就通过吹风的方式鉴定出了一大片的假货。直到发现一簇倔强的火焰，任我刮风都不曾动摇，我急忙将它拿起，狠狠往桌上一砸，果然无法拍灭。真正的长明灯已在手中，浑身大汗淋漓，我长吁一口气。在我做出示范之后，剩下的人也纷纷开始这样的扫荡，全体的效率都快上了不少。很多本来难以触及的区域都被迅速排查，最后足足有25人找到了真正的长明灯。若不是我们发现长明灯的特征太晚，或许全员都可以顺利过关。我松了口气，看向那5个失败的香客，他们实在是点儿背，哪怕用上了更快的方法，也没能抢在时间终止之前完成规则要求的任务。惋惜的同时，我也不禁有些好奇，所谓勇夺畜生道的惩罚到底是什么？还没等我揣测，规则的力量已经如期而至。这5个人突然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，浑身颤抖着匍匐到了地上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变成了5只羸弱的山羊。山羊们瞳孔猩红，一见到同类便像发了疯一般朝对方冲去。5只山羊撕咬在一起，血光四溅，红沫浸满了周遭的空气，我忍不住吞了口唾沫。这也太残暴了！不仅如此，在一只山羊倒下并被啃食殆尽之后，它又会在残存的骨架上重新生出血肉，慢慢从血泊中爬起，再度加入撕咬的战团之中，周而复始，永无尽头。看着这诡谲的画面，我几乎忍不住要吐出来，赶忙顺着悄然打开的殿门，急忙想要赶到下一座殿。第2殿，不动如来殿。不动佛国尽头，立有不动如来像。当你被如来之眼凝视时，需保持静止，直到凝视终止。在不被凝视的时候，方可行动。半刻钟内未抵达如来像身边者，即擅自在凝视中行动者，将永堕畜生道。听完梵音的介绍，我顺着空荡荡的大殿往前看去，果然，在靠近墙壁的地方立着一尊佛像，已被世人看不见正脸。空灵的经文在宝殿内响起，我按照规则的说法，赶紧朝着佛像的位置走去。待到佛像微微发颤的时候，立马顿住身形，不再往前。佛像转头，刻成惨白椭圆的双眸死死地盯着我们，没有一个人动弹。呼，我的心里松了口气。这第2关不就是1、2、3木头人的翻版？比起前面的挑战，算是相当简单了。而且古殿的面积算不上大，若能全力奔跑，1分多钟便可跑到佛像身旁。只要佛像不顽赖，一直不扭头，半刻钟怎么也足够了。眉头一皱，我心里有些疑惑，这可不像诡异古寺的作风。简单等待片刻之后，经文再度诵起，佛像在颤动中重新转身。之前在燃光佛国拔得头筹的少年最是急切，第一个迈开步子，似乎还想做首位完成任务之人。可这一次，他失算了。在他迈开步子的一瞬间，他的身躯突然爆开，分裂成了一条条松毛蠕虫，散落在地，不停扭动，甚至在分泌着白色的粘液，恶心至极。他违规了，堕入了畜生道。所有人都变得无比惊恐，包括我。我急忙收起准备往前的步子，绷直浑身的肌肉，再不敢做半点动作。有几个不太灵活的人没能收得住脚，在空中摇摇晃晃半天，最终还是有了些许挪动。砰砰砰，接连的爆炸声响起，古殿内已经密密麻麻爬满了恶心的蠕虫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看着对面明明已经转身的佛像，不觉心底发凉。明明都看不到童子了，怎么还算作被凝视？这不动如来，难道可以用后脑勺盯人？我的心像被狠狠揪住，浑身冷汗止不住的冒。该怎么办？萧萧的凉风顺着木隙溜进了古殿，冰冷如铁，满地蠕虫乱爬，许久再没人敢动弹一下，周遭一片死寂，生怕一个不小心也成了地上的东西。我无奈地僵直着身体，只能眼睁睁地任由时间流去。尽管前方的佛像不停转头又回头，还是一步都不敢踏出。脑海中不断回荡着之前梵音所述的规则内容，我想要再次从中看破一些玄机，可越是刻意去琢磨，就越是焦急。半刻钟不过是7分半的功夫，现在已经过去了接近4分钟，我们却连1/3的路程都还没有走出来。就在我以为所有人都难以逃离永堕畜生道的命运时，我身侧的一道影子却突然动了。用余光瞥去，那是一个戴着厚片黑框眼镜的青年，穿着干净的白衬衫，脸色似乎相当冷静，并没有多少慌张。我屏住呼吸，看着他大步迈出，不带一丝犹豫。所有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，直到他稳稳落步，无事发生。看到这一幕，我错愕的一愣，不知道他是蒙对了时机，还是真的找到了规律。但生机不可浪费，跟着眼镜青年的步伐，我赶紧也向前走出了4、5步，直到他高举左手，重新顿在原地，我才赶忙停下。
如此这么走走停停几番，我们跟着他走过了古殿一半的路程，都再没人出过事。他的指令仿佛比看佛像来的还精准得多。就这么嘀咕了一路，我总算紧追着他的步子，跨到了不动如来像的旁边，顺利过关，有惊无险。拍了拍胸口，我松了口气，仔细数了数脱眼镜青年的福，除了一开始探路淘汰的4个人，其余人都还存活着。看着他沉着的目光，我忍不住挪到他身边，轻声问：“你是怎么判断时机的？有什么隐藏在题目之外的规律吗？”他见我好奇，淡淡一笑，解释道：“其实不动如来殿的规则描述是非常准确的，我的判断也全是基于凝视这个现象。可是佛像之前明明都转过头去了，为什么他们还是死了？”我不解。谁知他一扭头，微微扬了扬下巴，把我的目光拉到了天花板上。我这时才发现，在我们从未关心过的头顶，居然有一只悬空的眼瞳。不动如来居然还有一只身外之眼，如此一来，真相便一目了然。规则的描述足够准确，只是我们没有把佛像的眼睛找全。哪怕远处的佛像已经转身，头顶的那颗眼珠也可能正在凝视着我们。只有佛像转身，身外之眼也同时紧闭时，才算真正的安全。怪不得，我忍不住摇头，不禁感叹这座寺庙的凶险。生机总在不起眼处，无时无刻不在考验我们的观察和思考。想到这里，我扭头朝眼镜青年伸出了右手，这次多亏你了，若不是你观察的够仔细，我就死定了。刚才在燃光如来殿也是承蒙你的提示，让我顺利过关。他轻轻和我握手，我叫一山，林长安。他扶了扶眼镜，这才紧紧走过2间正殿，后面还得多多合作，努力活下去。听完他的话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看着雾蒙蒙的前方以及悄然打开的殿门，下一座正殿就在石板路的对面。我重重点头，努力活下去。第3殿，赤脚如来殿。赤脚佛国之内，请脱下您的鞋子，保持赤脚行走。殿中有火海21列，其间既有死路，也有生路，生死难定，请择一而行。1刻钟内未走过火海，抵达彼岸佛像身旁者，永堕畜生道。梵音的尽头是一座残破的佛像，光着双脚，手持蒲扇，笑嘻嘻地盯着我们，却让人不寒而栗。那就是所谓的赤脚如来。随着梵音的交代彻底结束，我们和佛像之间缓缓升起了一道道黯然的红光。红光逐渐巨现，猛然跳起一抹抹火焰，并排刚好21列，和在场的人数相当。炽热的高温把空气都热出了波纹，我的额间止不住的流汗。这火焰绝对能烧的人骨灰都不剩。不自觉咽了口唾沫后，我刚想问问一山有什么看法，却见已经有一个中年女子走了出去。我先选吧。她小心翼翼走出第一步，迈入高温的火海之中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她居然没受到半点伤害。那火焰就像唬人的一样，第一个就选对了生路。正在我纳闷的时候，女人终于欣喜地跨出了第2步。一道惨叫声瞬间卷上了天花板，尖锐的像是爪子在挠我的胸腔。那个自告奋勇的中年女人，最后连渣都没剩下。第一步分明如此安稳，第2步却又直接泯灭在了火海里，形状模糊，只留下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哀嚎，久久回荡。看样子她选到了死路。一山轻轻摇头，推了推眼镜框，神情无比严肃。他和我一样，都在试图从规则里找到生机。前2关的经历让我深知，想安全地穿过每一个正殿佛国，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运气上面。女人为我们找出一条错误选项之后，立马就有第2个人展开了行动。那是一个看着不到20岁的少女，她白皙的脸颊此时被火焰照得通红，直接选择了和中年女人相邻的第2条路径。在踏出步子之前，她紧紧闭住了双眼，没有一丝犹豫，径直走去，一步一步，一步一步。火海似乎对她造成不了任何伤害，她就这么轻松地走到了尽头。直到不小心撞到墙壁，她才惊讶地睁眼，知道自己已经顺利成为第1个过关人。她好像选对了生路。女孩安全过关之后，立马就有人想到了歪主意。一个浑身肌肉的光头男人指着那条被试验出的生路说，既然他都已经验证过这条路是生路了，那我们也全都走这条路不就行了。一番思索后，不少人对他表示了赞同。规则里确实没说不可以走同一条路。这么分析之后，众人纷纷循着光头的背影排到了那条所谓的生路之后，准备依次通过。看到人群拥挤，我刚想也趁早排过去，却被一山伸手拦住。镜片上火光闪烁，他说，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再观察观察。出于第2关时对他建立起的信任，以及对古寺凶险程度的判断，我点了点头，于是驻足原地仔细看了看。果不其然，在光头谨慎地踏入火海之后，恐怖的一幕再度出现。他还没挪出去几步，火焰就将他狠狠吞噬，烈火如同撕破了他的喉管，惨叫声都变得模糊难辨。他也死了。在场众人顿时方寸大乱，本来排得整整齐齐的队伍也直接作鸟兽散。慌乱的气氛里，一山却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脸上跃起惊喜的神色。我知道了。我扭头，你找到规律了？
不，我只是有了一个猜想，不一定完全准确，但应该8、9不离10。他扶正眼镜，这里根本没有固定的生路和死路，所有的路都是既生又死之路。什么意思？我挠了挠头，怎么跟绕口令似的？他指着火海对面的女孩解释道：左右命运的，或许根本不是你选了哪条路，而是你选择如何走过去。换言之，决定你生死的，其实不是任何一条路，而是你本身的某些特质，比如说勇气，或者叫果决。说到这里，我脑子里也闪过一丝灵光，顿时便将之前3个人的行动联系到了一起。第一个中年女人走得非常小心，第3个光头男人同样也是极其谨慎，每一步都追求平稳。只有第2个少女，她走得非常果敢，闭上眼睛，一步没有停留，也不带任何犹豫，埋头往前冲。正合赤脚佛国规则的内容，既有生路，也有死路，生死难定。难定的是闯关者自己的心绪。火焰面前，我恍然大悟，当即认同了一山的观点。这样隐藏的规则确实更符合古寺的尿性。眼下时间不多，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一山自信地挺身向前，直接走到了第一个殒命女人选择的那条路，转头冲我微微一笑，从容地大步向前。她比之前那个过关的女孩还要果敢，甚至连眼睛都不用闭上，直视着火海，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，更没有半点停滞，就这么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淡然踏过了凶险的烈焰，轻松到了对面。果然过关了，深吸一口气，我忍不住喃喃感叹，这个男人观察力和执行力都称得上强悍了。简单和众人讲了讲规则内涵之后，我也闭上了双眼，缓缓走了过去。正如一山所说，只要你足够果决，不要有任何犹豫，也绝不停顿一步，这一关便会变得极其简单。除了一个老大叔在行走过程中太过紧张，不小心划了一个踉跄，被火海吞了个尸骨无存，其他人都安然通过。随后殿门缓缓打开，第4关近在眼前。第4殿，斗战如来殿，请施主们自行组队，分为3人一组。殿中藏有5件神异兵器，可助你们施展神威。斗战佛国的真言，名为战斗，请用厮杀的鲜血选出通关的胜者。当殿内仅剩最后一支队伍时，此队通关，殿门方可打开。此殿面积庞大，远处的佛像却相当瘦小，面服绒毛，手持石棍，像极了一只站立的猴子。这个形象是取材于齐天大圣吗？一山摸了摸下巴，冲我说道，至于规则，倒是类似于市面上火热的影视和游戏类型大逃杀。说起这个，我就不禁苦笑，谁想得到这一关居然是要我们自相残杀。这么说来，之前我们一路引导帮助着大家过关，岂不是带活了很多敌人？一山一眼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轻轻一笑，拍了拍我的肩，不用纠结那些。平和的环境里保持善意，凶险的环境里学会凶狠，人本就不是处处极端的生物。再说，以这古寺的邪恶心思，就算只剩寥寥3、2人，也多半会让我们各自为战，厮杀到只剩1人。听完他的话，我的心态舒缓了很多，于是问道，那我们2个组成一队的话，剩下的1人你准备找谁？他扬扬下巴，指向第3关里最先通关的少女，她正孤身站立，左右张望。其实我很欣赏她敢于做出决策的心态。谁知少女此时也正看到我们这边，目光相聚时，仿佛有一种默契突然生出。她冲我们盈盈一笑，你们好，我叫姜子玉。不过3、2分钟之后，所有队伍都组合完成，18人共计分成了6队。当然，其中有些人是主动凑到一起，也有些人是被剩下来，不得已进行了组合。天边梵音再度响起，请注意，目前所有施主都找到了自己的队伍，杀戮正式开始。他的尾音拉得绵长，将殿内众人的心绪挑动到最紧张的程度。大家互相僵持，多数人都不敢轻举妄动，唯有一支队伍蠢蠢欲动。他们的队伍由3个精壮的大汉组成，个个表情凶神恶煞，纷纷撕开上衣，露出健硕的肌肉，仿佛已经稳操胜券。其中一人揉了揉手腕，很啐一口说道，趁着所有人都还没有武器，先干废几个再说。这便是他们的策略。正常的大逃杀游戏都是由前期搜寻物资和中后期的厮杀2部分组成，他们则是试图在搜寻物资之前展开杀戮，尽量削减对手的数量。毕竟在赤手空拳的阶段，他们这支队伍显然有着巨大的优势。而他们第一个盯上的目标，就是一支由3个女生组成的队伍。昏暗的灯火下，3个大汉快步冲刺，3个柔弱的姑娘各自奔逃，惊声尖叫此起彼伏。也有一些队伍认为3个壮汉太过强大，开始反过去包围他们。古殿顿时陷入一片混乱，脚步声夹着拳脚声。好在我们的队伍算不上柔弱，也算不上强壮，并没有成为某些对手集火的目标。一山及时拉住了我和姜子玉观看局势的紧张心情，已经开始了他的分析。在这之前，我粗略把周围情况扫视了一番。我顺势问，有什么收获？他摇摇头，几乎没有。这里的物品很少有明显可以认为是兵器的东西，全是些寺庙常见的物品。唯一比较明显的兵器，其实是那个佛像手里的长棍。咦？姜子玉有些纳闷，可是石像不都是一整块石头铸成的吗？怎么把它取下来？
一山扶了扶眼镜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做出了决定之后，我们不再有任何犹豫，果断远离扭打的人群，悄悄朝古殿最深处前进。古殿面积巨大，一路小跑都花了足足3分钟，才终于到了斗战如来像的旁边。如江子玉所说，那石棍果然和雕像浑然一体，并没有任何缝隙，不像是能取下来的样子。可一山却并不信邪，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。他爬到石像之上，伸手在石棍上不停抚摸。片刻之后，不知是不是被他摸到了某个开关，只见他乍然一笑，轻轻一拧，石棍竟真的旋转落地，发出一声清脆的坠响。伸手触摸到落地的石棍，一股淡淡的念头当即涌上心间：如意之棍，可长可短，可伸可缩，能刺穿凡人魂魄，可使用一次。让一山想对了，这果然是其中一件神兵。看描述，竟像是那神话故事里的仙家法宝，不由更让人感慨古寺的玄奇。但不妙的地方在于，这所谓的神兵还有着使用次数的限制，仅能施展一次。一山简单思索之后，便果断将它变小，如同一根细细的绣花针，塞到了江子玉的手中。我建议这个如意棍交给子玉使用，他看起来最瘦弱，往往是容易被轻视的对象，而且他有着敢于破局的果断，应该是这种无形底牌最合适的使用人选。我点点头，也同意了一山的说法。斗战佛国的规则已经将我们3个的生死绑定到了一起，只要是合理的提议，我自然不会有意见。接下来就要在尽量避免战斗的情况下，仔细找寻剩下的4件神兵所在，等待最终的决战。大逃杀的奥义，从来不是比谁杀得更多，而是比谁活得更久。可惜的是，斗战佛国的左右两侧实在是太过宽阔，甚至搭出了好几座亭台和假山，纷繁复杂，我们搜寻许久也没能找出什么新的神兵。江子玉想象力丰富，一路都在提出各种猜想，比如莲台、木桌、围栏都被他仔细抚摸过，然而全都不是。顺着佛国的边缘一路探寻过去，我们走进了一条长廊。长廊深邃无比，左右两侧都是密密麻麻的石砖。江子玉积极地走在最前面，不停抚摸各种出现的物品；一山走在中间，不停摸着下巴思考。我则是走在最后面，试图观察他们有没有遗漏什么东西。可当我聚精会神的时候，一声突兀的吼声骤然打破了宁静。身后的黑暗之中，居然猛地扑出了一颗巨大的圆球。突发的异象惹得我一激灵，猛地朝墙角扑去，勉强躲过了巨球的碾压。这是什么？机关吗？我一边高声提醒，一边回头问去，却见一山和江子玉太过专心，没来得及闪躲，都被巨球狠狠撞上。两人一路被卷着前进，死死抵到了长廊尽头的石壁上。看不清他俩的身形之后，我有些慌张，急忙询问他们的情况。好在这圆球算不上硬，甚至相当绵软，他们并没有被碾死碾伤，只是被牢牢卡住，无论如何都用不出一分力气。我松了口气，正准备走过去帮他们脱困时，一山急促的声音却颤颤巍巍地从走廊深处传出来：“小心，你后面！”闻言，我急忙转头，迎面而来的居然是3道身影。显然，这是遇到了完整的一支竞争队伍。那巨球根本不是什么机关，多半是他们找到的神兵。难怪巨球材质绵软，却让人不能动弹分毫，定是有着控制人行动的神异功能。一山他们2人全部被困，如今只留我一人应敌，让我非常紧张。尤其是没了江子玉的助力，不能使用我们的神兵如意棒，这无疑是重大的打击。2男1女跑速飞快，没几步就跃到了我的附近，想要将我包围。就这么一次使用机会，还只困住2个人，这神兵真是废物。为首之人狠狠啐出一口。不过还好，我们先把这只漏网之鱼解决，里面那俩就是待宰的羔羊了。说罢，3人齐齐挥舞着拳头朝我杀来。我自知不可能以1敌3，只能往后仓皇逃走。可这条长廊是不折不扣的死路，我一路奔逃，走到巨球之前，江子玉和一山被隔在我的对面，正被他死死抵住，无法动弹。眼看另外3人想追上我还有些距离，我试图把巨球推开，让他俩脱困。可这毕竟是件神兵，无论我如何用力，他连1寸都未曾挪动过。前方再没了去路，一股浓浓的绝望感笼罩在我心头。留给我的时间太短，我也没办法从巨球两边的空隙钻过去，拿到江子玉手里的如意棒。眼看对面3人逐渐追到我跟前，我长叹一口气，已经做好了拼死的准备。关键时刻，江子玉的声音突然从耳畔响起：“长安，你快看看你左手边的墙角，那里是不是有块松动的砖块？”我急忙顺着他说的方向看去，果然有这么一块石砖，看起来与周围并不严丝合缝，更像是后来添上去的。看到了。他听完立马说：“我刚才就觉得他生的突兀，正想验证是不是神兵，就被困在这里了。你快看看他是不是神兵。”我俯身摸去，一股奇妙的念头竟真的涌入脑中：翻天之印，可携山丘之力压人，仅能使用1次。石砖的力量超乎我的想象，轻轻朝对面3人一甩，就变得大若山丘。对面3人本来胜券在握，满目狰狞，此时却乍然变了脸色，霎时成了铁青。他们可能做梦都想不到，我竟然会突然掏出一件神兵来。
还是这种杀伤性很强的神兵，远胜于他们那件控制敌人的。只是轻轻一压，便把瞠目结舌的3人直接压成了肉饼。多亏了姜子玉的发现，在操控者死去之后，那颗巨球也像是泄了气，迅速缩小，最后消失了踪影。看着终于脱困的一山2人，我总算长出一口气，轻松了许多。回头看向那已经血肉模糊的3人组，心里泛起一阵酸涩。这算是我第一次亲手杀人，异样的恶心感在喉间泛滥。不过一想到若不杀掉他们，我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心里就顺畅了许多。怪不了谁对谁错，只能怪规则弄人。走出这条封闭的长廊后，一山的神色也轻松了很多。斗战佛国内一共就只有5件神兵，现在一口气消耗掉了其中2件，再排除我们手里掌握的如意棒，外面的神兵已经所剩不多了。姜子玉顺势点点头，只要还能再找到1件神兵，我们就几乎可以说是稳赢了。神兵的威能远超凡力，每多出1件都是绝对的优势。我抬头看向前方，就是不知道现在还剩下多少敌人，他们到底厮杀到了何种地步，全部是未知数。斗战佛国太宽了，而且左右两侧有许多小巧建筑，算不上空旷，以至于制造了很大的信息差。一开始厮杀的众人到底是个什么结果，我们一概不知。我们只好缓慢前进，继续朝着前面摸索，找寻着剩下的神兵。兜兜转转一个圈，我们即将要回到一开始的出发点。可是周围空气里浓郁的血腥味，让人不由自主地警觉了几分。腥味刺鼻，不用多猜就能知道，前方曾经发生过多么惨烈的争斗。当我们越走越近之时，转角处却突然传出一声尖锐的喊叫，一道求救的女声扯动了我的耳膜：“救救我，他们要吃人了！”话音一落，一道仓皇的人影应声而出，从拐角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，是一个穿着休闲装牛仔裤的小女生。她浑身是血，就像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一样。看到我们3个，仿佛看到了求生的希望，一瘸一拐地亡命奔来。她双腿似乎受了很严重的伤，若不是找了根树枝当拐杖，恐怕连路都走不稳了。看着她瞪大的瞳孔，写着数不清的恐惧，我不由心脏一跳。不知道她身后到底跟着哪支血腥恐怖的队伍，是率先挑起战斗的肌肉猛男队，或者是别人？到底是谁能有这么残暴？我的心绪颇有些不宁，只能静静等着后面追逐的人出现。可还没等到事情的后续，身后的姜子玉竟已直接出手，如意棒突然伸长，直直从额头上贯穿了尚未来得及靠近我们的女孩。或许是因为刺破魂魄的特性，她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双瞳就彻底失去了色彩，直接瘫倒在地。我们最终还是没等到追杀女孩的所谓吃人者，反倒是直接等来了梵音的提示：各位施主，斗战佛国内现仅存最后一支队伍，战斗结束，存活的各位施主可以前往最后一个正殿。我没想到那个女孩竟已是除了我们之外的最后一人，可她演出的恐惧神情实在是太真实了。我看向姜子玉：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？她的演技非常棒，简直像是专业院校出身的，但是她用作拐杖的树枝上沾染了太深的血迹，与其说是拐杖，倒不如说更像杀人的凶器，所以她就算真在被人追杀，自己也绝非省油的灯。姜子玉解释道，而且她朝我们走来的速度一直没有降低，铁了心要接近到我们身边。作为掌管了团队神兵的人，面对这种潜在的威胁，我必须尽快摒除杂念，出手扼杀危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到那个倒地女孩的身边，拿起树枝一看，一股念头竟真的涌上脑海。桃木剑以木为伪装，实为锋锐的利器，吹毛立断，可多次使用。这居然是把剑，虽然效果并不像其他神兵那样奇异，但好处是可以多处使用。上面血迹斑驳，不知女孩已经用它杀了多少人，才最终从乱斗中走出。要是刚才真抱着救下她的心态，放她到我们身边，恐怕又是一场腥风血雨。第4关落幕，我们朝第5座正殿走去。石板路慢慢向前，我不禁感慨，一山的思虑点太多，我又不够心狠，让姜子玉掌管神兵，真是最正确的选择。稍有差池，便可能人头落地。第5殿，大日照如来殿。大日照佛国，光明遍照，普度一切。请于1刻钟内寻找出佛国内唯一的极致黑暗之物，进入其中，便可脱离苦海，抵达彼岸。失败者永堕畜生道。梵音刚落，无限的光芒就应声而出，瞬间淹没了我们的双眼。整个古殿均是白茫茫一片，几乎分不清哪里是哪里，多睁会眼睛都会感到刺痛不断袭来，实在是太亮了。在这样的环境里找东西，可谓相当痛苦。最远处的佛像更是庄严肃穆，不断迸发着七彩的佛光，仿佛头上顶了朵璀璨的烟花。不愧是大日照如来，真是光明到了极致。可我们要寻找的却正与它相反，是最为黑暗之物。该怎么办？不停揉着酸涩的眼皮，我不禁问向他们2人。很明显，一眼看去根本没有黑暗的地方，多半是藏在了墙里或者地下。一山显然也被这光照折磨得不轻，不停眨眼讲道：先从角落慢慢搜起，每一块砖都摸摸看，我认为黑暗很可能藏在松动的砖瓦里。
姜子玉则是指了指那个佛像，尽量不要直视它，多看2眼就会头晕目眩，暂时失明。我点了点头，和他们分开行动。不得不说，在这样的环境里寻找东西，实在是困难重重。每过10秒钟，我就需要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，否则会头脑发昏，浑身发颤，难以忍受。多待了一会儿后，就连闭眼都仍是白茫茫一片，瞳孔的刺痛感源源不断，越来越难以忍受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侵扰下，我检测石砖、木柱等物品的效率也始终提不上去。眼看10分钟过去了，连1/5的距离都没走到，更别提找出所谓的黑暗了。昏昏沉沉的疲惫感让我不得不停下，重新审视我们的决策以及佛国的规则。以这样的速度，就算我们拼尽全力，也不可能将整个古殿找个遍。或许穷举法并不是佛国所需要的答案。如果真是把黑暗随机藏在了某个地方，那就太考验运气了。这其实并不是古寺一直以来的调性。古寺虽然凶险，每一关都蕴含着十足杀机，却也总是留着同样清晰的生机。第1关里固定不变的火苗，第2关里悬空的身外之眼，第3关里一真一假的火海，生机总藏在既隐晦又明显的地方。推理到这里，我不禁猛地抬头，看向那个最刺人眼的佛像。强光使我感到眩晕，但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坚定的念头：最光明处最黑暗。在一山和姜子玉错愕的眼神里，我忍着双眼胀肿的剧痛，闭目走到大日照如来像的跟前，用尽全身力气狠狠一推，绽放着七彩光芒的佛像砰然倒地，碎裂开来。而佛像的内部是一团漆黑深邃的黑暗。它只一亮相，本来无边透亮的佛果瞬间变得极度昏暗。一山看着这一幕，不禁苦苦一笑，看来我陷入思维的盲区了。我一直把佛像看作发布规则的代言人和执行者，是规则之上的权威所在，倒从来没想过要挑战它。我们3个相视一笑，伸手摸到了那团黑暗之上，一股沉沉的疲惫感涌上心头，让我不自觉闭上双眼。恭喜施主，历经5转试炼，涅槃重生，回归俗世。在睁开眼时，我已经坐到了蒲团之上，眼前是清明飘飘，一位白须老僧迎面坐着，一山和姜子玉也同样端坐在两侧。老僧慈眉善目，穿着红黄色的袈裟，把茶挨个推到我们身边。佛国艰险，辛苦3位施主了。听完他的话，我们骤然一愣，这老僧似乎知道里面的情况，难道说他就是始作俑者？愤怒感眨眼顶到胸前，我推开茶杯就要发作，那里面可死了20多人，你轻飘飘一句辛苦了就把结局打发了，这诡异的佛寺到底是在干什么？看到我们气愤的神情，老僧起身鞠了一躬，施主们息怒，贫僧是本寺住持。那古怪的佛国困境并不是我们搞出来的东西，但确实和我们有不小的渊源。他长叹一声，解释道，里面的所谓5位如来，其实和本寺历史上5位最知名的法师有关。经住持介绍，我们终于知道了之前凶险关卡的来历。作为传承1000年的名门古刹，这里曾经走出过5位得道高僧。在得道之后，为了荣登极乐，高僧们各自做了净凡胎的仪式，将性之善保留在身，融于慧根，又将性之恶斩出己身，永远镇压封印。这一间不起眼的古刹，足足封印了5位高僧的额。在不断流转的时光里，封印慢慢有了些许松动，让本来不得动弹的高僧之恶重获不少法力，开始胡乱施为。他们伪装成5位如来，以当年高僧的佛性修为做基础，假造5大佛国，设立凶险的关卡，以此悄然收割来访香客的灵魂。待他们吸食足够多的灵魂，便能逐渐壮大，最终彻底突破封印，成为真正足以乱世的妖佛。若真到了那个时候，就算曾经那些斩出恶念的高僧们回来，都不一定能治得了他们。据住持观察，这样的试炼已经举行了足足7次。贫僧其实早就想屈身进入他们的假造佛国，泯杀这些恶念，却因前面6次都无人活着出来，一直没能暴露假造佛国的入口，拖延到了现在。住持讲完其来历后，苦涩地摇了摇头，好在今日3位施主顺利通过考验，走出假造佛国，让贫僧顺藤窥到了假造佛国的入口。这样说来，住持就可以进入其中，将他们彻底收服了。虽然牺牲的那么多人再也活不回来了，但若能把这几个灾祸之源全部抹杀，也算是眼下最好的结果了。住持点点头，当即冲着我们3个叩首。如今5个恶念的实力已颇为壮大，想要收服他们，必须要用佛宗秘法燃烧贫僧的生机寿命，甚至付出抹消轮回来世的代价，将整个寺庙摧垮。待事情办完，贫僧多半已不在人间，寺庙也将坍塌，只能提前向施主们致谢了。看着住持转身跳入一片茫茫黑暗，我的心里顿时不是个滋味。作为一个外行，我自然分不清什么修为高低，但在此刻，我认为他才是真正得道的模样。袈裟随着他的背影慢慢消失，一山也搀扶着我和姜子玉向门外走去。住持早已驱散了寺里所有的香客和弟子，此时这里已经空空如也，荒凉不已。不过走出2-3里的远，就听到树林后方猛地传来一声巨响，砖瓦飞溅，散落一地。本来高大的古刹，在一瞬之间化为断壁残垣。
我们3个对视一眼，心里清楚，住持成功了。那5个玩弄人命的如来，从此消失在了人世间。所谓的佛国也化为沙土，古刹消弭，尘埃落定。